这是你的录取通知书，恭喜你，你已经被给日坛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录取了。如果你没有选择复读，那么再次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一个互联网界的天坑专业。当然，在这个视频发布的当下，这些还都是一场梦。这是一份教育部2018年4月更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职科目录。土木工程是工学下面的一个1级学科，代号0814。这个代号的谐音也很好的反映了学习这个专业的人的心声。林北14。2021年的夏天，以应届生的身份从河北农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的大猛子，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几个月内成为劝退土木工程的代表人物。知名搞笑 UP 主是 B 站给大猛子的官方认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认证本身确实是挺搞笑的。土木工程的历史很长，长到早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简单的木头、石头以及骨制的工具，并开始运用工具搭建生活场所，连大禹都可以算是古代治水项目的经理了。当你开着奔驰大 G 进入故宫，不会意识到一件事情：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大多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这是一种徭役。木匠女库垮了长城是工地安全事故，陈胜吴广提桶跑路成功就是改朝换代新天地。明长城的每一块砖上都刻有工匠窑户和督造官员的名字。在这种物恶公明的制度下，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这应该是最早的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了。别问就是中国长达2400年的封建社会造成科学技术停滞和土木工程建设的衰落。土木老哥最熟悉的打灰则要等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现代炼钢技术和混凝土的发明。和钢筋混凝土一起出现的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新型材料的出现总是能带起一场行业革命。预应力混凝土的应用让摩天大楼和跨海大桥的建造成为可能。土木工程也迎来了我们熟悉的黄金时期。当元朝在河底挖出10人1只眼的时候，朱元璋也不会想到一个讨饭的和尚怎么就当上大明朝的皇帝了。当蓝领工人建造帝国大厦的时候，罗斯福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开启大基建时代。当马督公关掉设计院转行自媒体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独山县的水四楼杠上。我常常看到很多人拿何同学与大猛子比较，认为有的人出生在国马，有的人生来就是牛马。这种观点就像新华字典里的那个段子：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丽萍进入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大猛子的学历已经超过看他视频的很多人了。如果能在工地坚持2-3年，很多人的精神领袖就会变成他们最讨厌的那些人，那些在小县城开着雾巡去洗脚城按摩的中年秃顶油腻包工头大叔。每个人都有成名的15分钟，当流量的光环褪去，大猛子和何同学一样在沙滩上裸泳。你以为自己是国营商店的消费者，其实你是柜台里的货物。评价一个专业是否好的标准有很多，但一个风评很差的专业问题大多是类似的：活多钱少任务重。专业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一个味道，但我相信大家还是能分得出来可乐和冰红茶的。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专业，土木工程是没有原罪的，有原罪的是人。如果土木工程真的是天坑，那么这件事在互联网上根本就不会有声音。根据这份国家统计局的2021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大专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占到近90%，真正建造建筑的那帮人根本没能力为自己发声。道理也很简单，上半年某沿海城市出现那么多问题，不是因为只有那里有问题，而是只有那里的人关心这些问题，还把这些问题发到了网上。当然，这并不是我在贬低土木老哥，就像发展是有代价的，很可惜这些人就是发展的代价之一。我一直都主张我们要相信那些比我们聪明的人。如果一个专家开始说胡话，你就应该开始判断他最想干嘛了。这篇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工程意识与工匠精神的培养很好的反映了这一点。在引言部分就开幕累积，许多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却无法很好的胜任工程师工作，主要表现为吃苦精神和文化素养不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较低，尤其是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这篇文章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培养工匠精神。为什么日本和德国的企业那么长寿？不是因为他们从其他国家吸收生命能量，而是因为他们有工匠精神的传承思密达。这一举的例子大家也很熟悉了，德国良心下水道。我们青岛的优质包真是太厉害了啊！我老家就是青岛的，你家要是距离海边就几百米，那除非海啸来了，否则你家也不会被淹的。专家的素质就是介于蠢和坏的城乡结合部。那么问题来了，怎样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呢？好办，好解决，不让学生打游戏就是了。原文是这么说的：一些学生沉迷于电子游戏，热衷于社团活动，醉心于各种荣誉，从而产生了平时浑浑噩噩、考试疲于应付的现象。或许以后去工地真的会有 Press Speed Fall 高兴的无线路由器嘛，对吧？我原本觉得这些已经够离谱了，没想到作者在文章的废话阶段还放一个终极大招：推行现代学徒制。大家都学过语文啊，一个名词无论它加了多少个形容词，最终的落脚点都是那个名词。美国特色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现在的学徒制还是学徒制。那学徒制是什么？一种中世纪产生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一名手艺好的业内大师是学徒的雇主，为学徒提供食宿和培训，以此换取廉价的劳动力。通过给雇主当学徒，学徒们也可以获得相应的就业凭证和经验，或者得到雇主的续约。从学徒毕业的人就会成为熟练工人。是不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熟悉？没错，现在培养研究生的制度就是基于学徒制演变的。
所以人人都叫大猛子，人人都是大猛子。至于怎么评价学徒制，意大利莫德纳杰雷焦埃尔米亚大学产业与劳动关系国际高等研究院院长米盖兰·蒂波拉斯基是这么评价的：现实的情况与理想中的学徒制相差甚远，甚至沦为一种简单的工具，用于剥削那些灵活又廉价的劳动力。千言万语一句话，孩子们快跑！在地球同步轨道盖别墅，找月球纳粹平朝供养的，透过空间站的全景天窗，或许能看见蜿蜒的万里长城，但他不会看见木江里的丈夫。和美国大基建时代产生的那些社会问题相比，东京湾的雅座都是那么的有文艺范。我们乌斯康不要这种员工。建造河谷小富楼的工人们是那个时代的人上人，在他们的大 house 之下，却是几千万俄国农民的血汗和尸体。现在轮到这些人的后代了。我看到那个繁花似锦、人人快乐的镀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又或许那个时代原本就是人们的一种幻觉。鸭嘴笔在 Engineering Drawing 的白纸上滴下了墨汁。高考完的那个假期，我重新装修我的工作室，在那2个月里，没有空调，光着上身，在10几平的小屋里挥洒汗水。是不是认为我接下来要说什么青春的气息、年轻的力量，然后让大家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进行这种实践啊？恰恰相反，我绝对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正是因为我能知道土木工程不是天坑，所以我选择学历史。在视频的最后，我愿意带大家回顾一下建筑大师梁思成的一段话：在我们的社会里，所盖的每一栋建筑物，没有一座只是用来单纯的用来掩蔽某一块空间，它们都是同时具有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意义的。在我们居住的环境中，建筑是为它所在的地方的人的生活服务的，所以它们的形式就必然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内容，它是社会性质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种。举例来说，莫斯科的地下车站基本上是经济建设中的一种设备，但是在莫斯科的每一个地下车站，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苏联人民高度社会主义文化的表现。谁也不能否认那些地下车站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的艺术创造。地下车站如此，其他的一切房屋也莫不如此。例如工人宿舍本来是为解决大量产业工人住宿的房屋，表面上也只是经济建设中的设施之一，但是怎样安排和构造这些宿舍，使他们给居住者怎样的便利和健康的美好的环境，给一个城市以怎样的市容，具体的就反映出社会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本质，那个民主的民主性格和文化传统等等。相反了，它的安排与构造也有可能反映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性与剥削本质，因此基本建设的成果便同时表现了文化建设的本质。每一个青年的觉醒都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如果喜欢这个视频，不要忘记3羊加关注，如果不喜欢请私信我提意见。QQ 群欢迎大家加入，你可以在 B 站、微博、微信、YouTube 搜索关注凌日谈，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土木，可以获得本期视频出现的论文。最后的最后，这里是凌日谈，我们下期再见。